记录晚安时光，我是同样特，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套来自 Mobile Legends 7+1组合人套装里面刽子手组合人套装里的唯一一款钢铁侠。这款钢铁侠呢，编号是钢铁侠的马克72。这款装甲呢，从英文的介绍来说的话呢，它可以叫做这个反哨兵装甲 The Sentinel Buster。那这个哨兵呢，我想的话，应该是指的就是那个黑暗复仇者联盟里面那比较强悍的这个哨兵，而不是说X 战警系列里面的这个哨兵机器人啊。整体来说的话呢，这边有提到这款战甲呢是用了几乎无坚不摧的这个密银去进行制作的。那当然驾驶员还是我们的 Tony Stark。那身上呢有不少就是高科技的武装以及神兵，包括还有可变形的这样一个武装的系统。那本身呢在漫画里面，其实我对于这款战甲的印象并不是特别深刻。看到正面的话呢，其实包装盒都是差不多的，侧面呢是这款马克72的一个漫画的就这样一个插画，然后胸口的这个反应炉呢是镶嵌在这个里面，而且身上呢有一种抛光的，然后整个非常就是切面非常立体的这个感觉。那光看这个插画呢和这个玩具，其实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还原度可以说是一般般啊。因为本身呢这两边的这个肩膀并没有做的像那么的突出，但是呢基本上的元素还是有还原的，比如说这个面雕部分，我觉得还原度呢虽然说没有这么帅气，但是呢模具的还原度呢也达到了一个80%左右的水平。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素质表现到底怎么样吧。那首先呢还是惯例的，我们在镜头面前360的去看一下这款玩具的整体的观感。首先呢，这款素体呢，我感觉身上大概有70%以上的零件呢是重新开模，而且呢，作为钢铁侠来说的话呢，它也引入了一些在 Mobile Legends 产品线里面一些比较新的这个玩法，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款模具。但是就是从目前你看到视频的这个时间点，我相信市场价格呢，这款玩具在拼多多上或者说在闲鱼上可能都是不到100块钱的，可能70-80块钱的一个水平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呢，作为这款钢铁侠来说，它配件给的还算可以啊，2个祖传的这样一个火焰特效键。一对开掌的这个手型，而且这个开掌的手型的根部可以进行旋转。那之前老的版本的钢铁侠呢，它这个发炮手型一般都是焊死的，不能进行这个外摆内收，这一点呢一直都是玩家诟病的，但是这边给出了修正。另外呢，则是一对这个臂炮的替换零件，这对臂炮呢，它其实是隐藏在这个小臂这个地方。然后抠下小臂之后呢，有左右的这个防呆设计，然后呢，你这边通过这个对应的孔洞把它安装上去就 OK 了。两边都可以做出这样的这个替换，我们简单来试一下，把这边一侧也给抠掉。但是呢，说有一说一啊，我觉得这个紧实程度有待商榷。目前卡的还算是比较严实，但是本身的那个零件，就是它手臂上的原装零件，我觉得是比较松的一碰就掉的那种程度。所以说大家在收纳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需要花点心思，或者说在收纳的过程中呢，反正大家就自己保存好自己的玩具吧。那么接下来边看这个面雕边玩一下它的这个可动性吧。首先头雕部分的它这个金属色金色的这个部分呢是用的塑料原色和成型色，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打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要扣非常大的这个分数啊。整个颜色的发色我觉得是比较屎的，头雕抬头的幅度大概是这么多。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弹，是一个双段的这个球形关节，然后这个脖子根部也有一段球形关节虽然可以抬头，但是你可以看到松手之后会慢慢的回弹，然后低头的幅度呢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左右晃头的幅度呢有一些，但是依旧是一个问题还是会回弹。所以说整个脖子是比较灵活，但是也还是在把玩的过程中会觉得它比较局限，甚至是你在做飞翔的这个过程中，飞翔动作的过程中，你需要利用这个胸腰关节才能做好一个比较自然的飞翔姿态，这一点呢是比较可惜的。再来看到这个肩部关节，360的旋转没有问题，因为它中间是一个套环去嵌套在这个肩胛，是嵌套在这个里面的，而且呢软胶零件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干涉。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肩甲，对于漫画原作这边尖的这个外扩的这个还原度不是很好。再者呢，就是中间的这个黑色部分，我的理解它应该是想表达出一种钨钢或者说黑色的，但是很深邃的金属色的那种感觉。那实际上面这边有了一种光油抛光的效果还行，但是中间这个部分呢是偏哑光的质感，看起来呢就跟这个漫画里面还原度就完全不行了，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中间的这个红色、金色以及这个喷印的这个反应炉的发光效果，目前来看观感我觉得还行，还算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再来看一下手臂的这个可动，二头肌的旋转没有问题，手臂平台刚才有提到过，双段关节的这个曲肘也都是无孔关节，反正目前的这个曲肘幅度你看这个地方又掉了。我觉得是作为钢铁侠这类的玩具来说完全够用，而且过渡也还算比较自然。这两边的这个小臂甲呢，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加厚的盾牌。然后胸腰关节呢就比较可惜了，它为了这个造型的一体性呢，牺牲了这个折叠的弯腰关节。我们看一下挺胸幅度，如果是这是中立位的话，一大格可以挺到就是中间一个豁口的出现穿帮位。然后弯腰的幅度呢，如果回到中立位的话，再往前就只有一小格了非常可惜。然后左右侧腰呢还是有不错的这个幅度的，所以说呢，你要说它砸地吧，我们来看一下，通过利用这个髋关节的这个避让你让它做这个砸地 pose， 它其实可以做的相对来说比较之自然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砸地可以砸得很自然，很 OK， 对吧？但是呢，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它胸腰关节应该能够再灵活一点，然后这个头部的可动能够再优秀一些，甚至呢，像这么多层层叠叠的这个甲胄设计，它有足够的空间，或者说如果它成本足够的高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出一个蝴蝶肩出来。包括它这边得益于它这个大腿关节旋转的设计它是个嵌套没有太多的这个切分和过度的这种比较碍眼的切割感。整体的一体性呢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款玩具作为钢铁侠的这种漫画版造型的收藏来说，它在可动性以及造型上来说都算是独树一帜，而且呢算是一个70-80分以上的这个水准。但是在这个涂装表现还有色彩的这个还原度上面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屎的。尤其是这个金色的，还有这边的黑色或者说钨钢色的这个表达，非常的糟糕。那整体来说的话，玩具的整个呈现的塑料感是非常强的，但是作为一款塑料侠来说，它的可动性中规中矩，然后呢关节紧实程度也还不错。那作为钢铁侠漫画版战衣迭代造型里面的一款新皮肤来说，在我的收藏品里面，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亮眼的存在，聊胜于无。但是如果说你对于这个造型没有什么特别感冒的话呢，这款玩具呢不建议作为这个钢铁侠的或者说漫画版钢铁侠的入门产品去进行收入，反正那也是排在你的钢铁侠就是漫画线的藏品的非常后期再去选购的一款产品。而且现在呢，这款玩具的这个市场价格大家也看到了，就跌得非常厉害我觉得再等一等呢，可能也就60-70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如果作为一个好价的便宜入手的，想在手上掰一掰的这个好胶的话呢，我觉得这款玩具从价格上还有这个外观上和手感上呢，已经快达到这个廉价好物的这个产品线的基本水准了。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身高方面的话呢，它会比一般的6寸人狗要高上一截。我们简单的拿出这个6B 的这个黑暗复仇者联盟版本的蜘蛛侠做一下身高上的对比，它会高出半个头。如果说拿出这边的这个银色冲浪者高级涂装和完全的塑料色，你可以看到身高方面也是会高出小半个头的这样一个程度。整体来说的话呢，其实拿在手上玩，作为一个100元以内的小玩具还算是不错。但是呢，你要说作为这个钢铁侠里面是否为这个必入产品，我觉得它大可不必，反正不算是一个必收款的产品项吧。反正大家今天通过这期视频也对这款玩具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我也是因为就是作为想入这个7+1组合人才入了这一套。那这一款玩具既然到手了，那肯定在镜头面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反正这就是我对这款钢铁侠马克72反哨兵装甲的这个简单的把玩分享了。那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妨点点赞，点点的关注，支持一下偷亚航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